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在墨西哥北部的一家婚纱店里，有一尊栩栩如生的人体模特。这个模特手上的血管清晰可见，闪闪发光的眼睛中闪烁着奇异古怪的光芒，直勾勾地盯着过往的行人。因此在网络上就出现一种说法，这是个被制作出来的模特，他的身体是真正的肉体，因此才会这么栩栩如生。很久以前，读者还以为这个故事只是个普通的都市传说，或者是当地人为了旅游而想出来的噱头。但经过读者仔细的搜集资料后，才发现这个僵尸模特一点也不简单。看起来他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模特这么简单。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视频里的这个模特就是大名鼎鼎的僵尸模特。这家拥有他的婚纱店位于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州奇瓦瓦城。奇瓦瓦城人说，这个模特被称为帕斯卡拉小姐，是个传奇人物。据现在店主介绍，因为有了这种恐怖而离奇的传说，这家婚纱店每天都能吸引来许多游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数不清的好奇游客不远万里穿过奇瓦瓦沙漠，专门来这里一睹僵尸新娘帕斯卡拉的风采。有些游客甚至专程从南美、美国和欧洲赶来，只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么多年过去了，帕斯卡拉小姐的故事越传越神，就像一部演绎了几十年的传奇，充满了梦幻、诡异和恐怖。故事开始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1930年3月25日，婚纱模特帕斯卡拉第一次出现在婚纱店的橱窗里。这个穿着春天新娘装的婚纱模特马上成了全城人关注的焦点。婚纱模特有一双湛蓝深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白里透红的皮肤，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和真人相似，让人分不出她是一个婚纱模特还是真人。但这个疑惑很快被当地人揭开了。很多人观察了婚纱模特多日后，忽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模特和婚纱店的女店主长得非常相似，就像母女一样。人们不禁想起婚纱店店主的女儿。据说这家婚纱店的店主名叫帕斯卡拉·埃斯帕萨，她的女儿小帕斯卡拉是独生女，更是她的掌上明珠，所以非常得宠。小帕斯卡拉18岁那年爱上了当地一名男子，不久后两人便打算结婚。然而在小帕斯卡拉出嫁当天，穿上婚纱时却被藏在婚纱里的黑寡妇蜘蛛咬了一口，随后当场中毒死亡。一场美丽婚礼瞬间成了丧礼。小帕斯卡拉的父亲与新郎伤心之余，不愿将她埋葬，于是将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后，制成了婚纱店橱窗的模特，用来永远的怀念她。这个故事让整日在婚纱店与帕斯卡拉朝夕相处的店员提心吊胆，店员们全都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店中，一些胆小的人还拒绝为帕斯卡拉换婚纱。不过总有不信邪的人愿意来一探究竟，因此在他们的帮助下，帕斯卡拉每2个星期就会换一次婚纱。每次换婚纱的时候，店主会拉上橱窗的帘子，给帕斯卡拉一个私密的空间。曾给帕斯卡拉换过衣服的店员说，只要一走进帕斯卡拉，他手心就冒汗。店员说，他的手和人手一模一样，我甚至能在他的腿上看见静脉血管。到最后，整个奇瓦瓦的居民都知道这位模特，各种各样的故事也开始在城市里流传。有人说，一个坠入爱河的法国魔术师会在晚上把他变活，带他去城里游玩。路过这家商店的人说，帕斯卡拉的眼睛会诡异地跟着他们动。店里的其他人提到，模特的眼睛似乎在追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名出租车司机经常带游客到奇瓦瓦市中心的这家店看这个人体模特。他说，当他开着车在店里转圈的时候，他看到了模特姿势的变化。这样的说法不是个例，很多目击者都表示曾经发现帕斯卡拉的位置或造型有所更改。了解了帕斯卡拉故事后，接下来读者就为大家分析一下。从照片细节可以看出，帕斯卡拉肯定不是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塑料模特，她的面部比普通的塑料更传神，甚至有点恐怖谷的感觉。恐怖谷效应是一个关于人类对机器人和非人类物体感觉的假设，它在1970年被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正弘提出，指的是当一个事物与自然的活生生的人或动物非常相似，但不完全相似的时候，它就会让一些人产生反感厌恶的情绪。恐怖谷效应常用于解释在仿真机器人和电脑特效 CG 中常见的
非常像真人，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使人感到反感不适的现象，收回帕斯卡拉。通过照片，光看材质就能知道，帕斯卡拉的身体肯定不是塑料。别说是1930年，就算是现在，塑料也很难做出这样的效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帕斯卡拉的手部细节也不是手工雕刻出来的。帕斯卡拉的指甲和掌纹细节堪称惊为天人。21世纪用手模翻印都做不出这么逼真的效果，更何况是几十年前的墨西哥。可惜的是，读者至今都没有找到婚纱店员工所说的腿部血管照片。通过现有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帕斯卡拉的头发明显是假发，面部虽然表情栩栩如生，远超塑料模特，但制作痕迹还是很明显，是人工制品无疑。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帕斯卡拉的头部和身体制作的流程或方法完全不同，更像是拼接出来的。那它是不是蜡像呢？蜡像我们都知道，完全可以做出以假乱真的效果，但蜡像的可能性其实不大。蜡像怕高温和阳光直射，僵尸新娘就直接摆在橱窗里，每天接受日晒高达几十年而不变形，这根本就不现实。何况蜡像也很难制作出那么细致的掌纹和指甲。到这里，我们能够发现帕斯卡拉不是生产线批量生产，不是塑料材质，不是手工制品，不是蜡像作品。那么读者能够想到的解释就只有两种，一种是石膏翻模作品，但考虑到石膏是一种很脆的物质，保存几十年不受损坏的难度其实和蜡像差不多，因此可以被排除。第二可能就是流传度最广的木乃伊了，但这种说法其实也很难成立。1930年，一个普通的婚纱店主哪来的高超技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木乃伊，而且还克服了防腐呢？想要保存肉体最难的就是防腐，历史上不乏挖掘出保存完好的尸体，不过这些尸体基本都是在隔绝氧气和空气的特殊环境下才保存下来的。但墨西哥的帕斯卡拉明显没有那么娇贵，它天天摆在橱窗里受日照，还有氧气充分接触，明显达不成保存的必要条件。再加上每2个礼拜换一次衣服，要与人接触，完全会有细菌滋生。如果真是木乃伊，那基本是保不住的。当然，话不能说的那么绝对，比如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精心制作，留给后人瞻仰的遗体，如前苏联的列宁。列宁遗体由顶尖科学家进行保存，加上灯光的效果，以至于现在看上去都栩栩如生。但不幸的是，哪怕再仔细，列宁遗体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细菌感染，躯干已经被截取了大部分，目前保存完好的仅剩头部和胸部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全部是石膏制品。由此可见，就算婚纱店主技术超群，可以制作出这样的木乃伊，也无法保存至今。1930年正处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墨西哥并不在亚非大陆，未受战火影响，但被世界整体经济下滑拖累是肯定的。如果是故意营销造势，很难与当时恶劣的经济环境相结合。那时候全球物资匮乏，并不需要在营销上大做文章，何况一个小小的婚纱店主哪来的巨额资金来造这么一个能让观众信服的作品？就算放在今天，也没有哪个雕塑厂敢接这种单子，更不要说几十年前。这家婚纱店已经换了几任主人，虽然新任店主否认了这是木乃伊，但对于这尊婚纱模特的细节和制作方式仍然是闭口不谈。作为墨西哥著名的景点，帕斯卡拉的秘密也许和美国可口可乐、中国云南白药配方一样，列为了国家级机密，真相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这个僵尸模特究竟是不是真人制成的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